欢迎收看 WC Watson's Classics Watson A.K. 华森，今天要介绍牌子 Maharishi。Maharishi 是由 Hardy Blackman 在1994年创立的，来自英国的 Hardy， 父亲是个古董商，所以他深受影响，从小就喜欢搜集硬币、邮票和军事勋章等等的东西，最后他也爱上了军装。19岁那年，他来到亚洲，并深深被东方文化吸引，之后跟过印尼的服装供应商工作，也从中学习到如何制作服装。而大约在这时候，他看了一本名为《The Emperor Wears No Clothes》的书，书中提到，耕种棉花需要使用农药才能长出幼株，但大麻只需要更少的农药，就能在3个月内长到超过4.5公尺，所以这也让他想用大麻来制作服装。于是他向许多公司提案，却不断被打枪，不是因为成本考量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大众并不在乎这些。在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，哈迪决定自立自强，所以1994年他成立 Maharishi， 并同时在印度设立工厂。他使用大麻纤维以及回收的过剩军工装制作衣服。虽然大麻制的服装并没有得到市场青睐，但将过剩军工装重新升级再造的副业却十分成功。没错，其实近几年很红的 Upcycle， Maharishi 早在25年前就开始做了。而这种先见之明也呼应了品牌名称。Maharishi 其实是梵文，意思是伟大的先知。品牌以此为名，期许自己能对服装有着优秀的远见与洞察。品牌有着浓厚的军事气息，而有别于其他军装风的品牌，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军装和传统东方元素结合，形成独特的品牌美学。And then slowly I began to use things in Asia like traditional handcraft embroidery, for example, is a very old handicraft. But I always combine it with sportswear, very technical fabrics, which was, never done before. It was in the mid-90s when I first started to use embroidery on military clothing or technical clothing or sportswear. It had never been presented like that before for men's. 而这样的结合并不仅限于刺绣或印花，他们也把 MA1 拟和服的方式重新演绎，完美的展现了品牌对于2种文化的热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品牌从东方文化汲取灵感时，也会在 IG 上说明该灵感的文化背景以及设计理念，扮演文化传递者的角色。以这件 T 恤为例，它简单介绍了，虽然要理解6字真言的真谛，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钻研，但藏传佛教徒深信，只要勤于附送，就算不了解它的意思，也能得到庇佑。又或是这顶抱枕，灵感是来自于补子，也就是古时候中国、朝鲜和越南的官服上用来表示官阶的刺绣方形装饰，而猛虎则是明朝时的4品武官使用的，象征力量与保卫。品牌将它加上翅膀，代表在地面生活的人类一旦得到翅膀，就会展翅高飞，踏上心灵探索之旅。而除了品牌主理人的身份以外 ，Hardy 还是位迷彩专家，在城市长大的他，十分向往与大自然产生连结，所以他非常喜欢林地迷彩的配色，这对他来说有着自然的吸引力。而这种对迷彩的热爱，也造就了旷世巨作的诞生，也就是在2004年出版，有着迷彩百科全书之称的 DPM。全书收录了超过6000张图片，总页数高达944页。而 DPM 和 Maharishi 都有着相同的愿景，也就是透过运用迷彩来传递强烈的反战意识。这乍听之下似乎有些矛盾，但当他在编撰 DPM 时发现，其实迷彩是属于自然界和艺术界的，不过却被军事用途给绑架了。所以他想要借由更多非军事用途的迷彩应用，来稀释迷彩和军事的连结，将迷彩的象征意义从战争中解放，并归还给大自然和艺术家。或许身处于网络时代的我们很难想象，但在1992年时 ，Hardy 曾穿着美军迷彩到喜马拉雅山践行，而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女士看到了，便哭着告诉他 ，Hardy 毁了他的旅行，因为这让他想起家乡永无止境的战争。又或是在1995年时，身着迷彩的他与看展时被一位休假的军人在耳边细语：“血在哪里？”这感觉就好像如果他们准备好为国家奉献，就不能穿迷彩服一样。但其实事实是，迷彩是来自大自然的。1909年，美国自然学家兼艺术家 Ebba Thayer 推出了一本名为《Concealing Coloration in the Animal Kingdom》的书。如同书名所说，当中谈到了动物在自然界的伪装与保护色，而这也影响到了艺术界。在20世纪初立体派兴起前，画家们都是以写实主义为主，他们可以描绘风景，但却无法将大自然的抽象面呈现出来。不过 Thayer 的著作让他们理解到，其实自然界的抽象面是可以被人为创造的。后来当他们开始练习这种艺术形式时，却被征召到军中，也被要求画出迷彩作为军事用途。所以透过上述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迷彩是属于大自然和艺术家的，而非带有军事目的的。品牌的理念为和平主义者的军事设计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注入了同理心，并试着向世界传递正能量。除了灌注作品中的正能量以外，它本身对文化深度理解带给我很大的启发。身为英国人取材自东方文化，很容易就被当成是文化挪用，但不只在服装上完美融合，对背后文化理解更是十分透彻。不然各位，其实刚刚提到的补子，在说之前我真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。
甚至比身为华人我更了解中华文化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明年农历过年就会有很多品牌推出以该年生肖为主题的设计。那今年猪年他们推出的不是一般的猪，而是猪八戒啊！拜托哪个老外知道猪八戒？这真的很屌。台湾文化传递者，对他真的只有佩服，也期许自己可以向他看齐，为自己热爱的文化做出贡献，然后把更好的东西带给大家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有任何想法欢迎底下留言，喜欢的话就帮按赞加订阅。我是Watson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